2011年12月30号，随着朝鲜第二代领导核心金正日的去世，金正恩正式从父亲手中接过大旗，成为领导走向下一个时代的掌权者。这一年，金正恩不过27岁。放眼全世界，以27岁的年纪登顶国家权力巅峰绝无仅有，因此金正恩也被网友们戏称为最强80后。然而，年轻政治家的匆匆接班注定会面临一系列无可避免的问题，比如国家大权的旁落。面对各方挑战，金正恩选择了一条最直接的上位道路——杀。2011年底，金正日去世，金正恩顺势接过国家大权。要知道，金正恩仅仅是金正日的第3子，那么金正恩是如何越过老大和老二实现上位的呢？这还要多亏了2位兄长的衬托。金正恩的长兄名为金正男，1970年出生，其母亲是金正日的首任夫人陈慧琳。早年间，金正日对这个儿子可谓是极尽宠爱，无论工作有多繁忙，他都会抽出时间与儿子玩耍游戏，同时也培养他的智力和身体素质。长大后，金正男在劳动局中央护卫局中担任要职，并由军队元老李雪元帅亲自教导，这足以见得金正日对他寄予的厚望。只可惜，2001年5月发生在金正男身上的假护照事件，让他在朝鲜政坛的地位饱受打击，接班人地位也遭遇重大挫折。再加上金正日与陈慧琳婚姻不幸，自此金正男开始长期在国外生活，逐渐离开平壤权力中心。长子无望，金正日只能将目光转向另外2个儿子。金正日的次子名为金正哲，是其与第3任夫人高英基所生。大哥金正男失宠时，金正恩尚未成长起来，他一度占据权力竞争的最有利位置。但奈何金正哲心思不在政治上，醉心于艺术电玩，再加上他久病缠身，缺少一般男性的阳刚之气，更没有金正日看重的果敢和魄力。这样的条件让金正日情不自禁将目光投向了仅剩的小儿子。金正恩虽年纪尚幼，可他具备十足的洞察力和实践力，完全够资格作为日后的朝鲜领导人。年轻时期，金正恩就表现出了极强的学习能力和野心。他留学瑞士期间，2年时间熟练掌握了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并且还在努力学习中文、日文、俄文。回到国内后，金正恩立刻投入到政治问题的讨论和实践中，这一点让金正日很喜欢。私下里，金正日曾这样评价小儿子：军事目光远大，具有非常强的能力，工作人员都应该向他的忠诚和勇于献身的精神学习。于是，从21世纪初起，金正日就开始将金正恩当作接班人培养，有意无意为小儿子的接班铺路。2002年夏天，朝鲜军方有组织地向金正恩母亲进行宣讲活动，以确立其国母地位。2004年，朝鲜官媒传达金正日的讲话指示，我们要将金正日同志的思想和业绩代代相传，话里话外都暗示着接班人问题将越来越明朗化。2009年5月，朝鲜开始对金正恩展开全面宣传工作。与此同时，金正日也在逐步将越来越多政治权力交付到儿子肩膀上。2011年12月17号，金正日在外出巡视中突发心梗离世。金正日的丧事过后，金正恩立刻被选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率先将军权握到手中。2012年4月13号，金正恩被推举为国防委员会第1委员长，并成为朝鲜的最高领导人。这一年，金正恩不过28岁的年纪。放眼全球各国政坛，国家元首头把交椅大多是50-60岁以上的政坛老人。像金正恩这般28岁便登顶政治巅峰，手握一个国家大权的政治领袖，近代之后全世界也很难找出第2个。因此，上台后的金正恩被网友封了一个最强80后的称号。可外界却不知，尽管金正日已为儿子铺路10年有余，但仍然无法避免初出茅庐的金正恩面临各种挑战。金正日离世后，朝鲜官媒号召称，在金正恩同志的领导下，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克服眼下的困难。但他们不知道的是，眼下面临困难最多的，恰恰是刚刚接过朝鲜大旗的金正恩。年轻的金正恩面临的首个挑战就是建立自己的政治权威和绝对核心地位。自1980年以来，朝鲜劳动党领导机构一直维持原状，这就导致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对国家权力的盘踞和分割，早已到了根深蒂固的地步。虽然金正恩这些年积累了不少政治资源，金正日更是为他安排了不少政治助力，可想要彻底将国家大权聚拢于手，显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金正恩面临的第2个挑战是能否赢得党内元老们的支持。金正日活着的时候，为了降低儿子继位的难度，特地提升了妹妹金敬基的政治地位，并将妹夫张承泽等一帮老重臣安排到金正恩麾下。
2010年9月，张承泽夫妇先后进入中央政治局、军委会。金正日摆明了希望妹夫利用军界和政界影响力，帮助他的儿子稳定局面。但同为金家嫡系血脉，金敬基是否甘愿成为他人的助力，全力支持金正恩，谁也无法预料。哪怕金敬基乐意一度成为朝鲜2把手的张承泽，是否甘居他人之后，外界更无法推测。金正恩面对的第3个挑战是政策改革可能带来的风险。上位后要确立自己的威信，金正恩必须提出新的治国方略。从朝鲜官方对金正日死亡消息的封锁，以及对金正恩公开的支持来看，朝鲜高层的控制能力并未削弱。但在朝鲜这样一个极其封闭保守的国家实施新政，如何做到平衡和风险对冲非常重要。初入政坛，稍显稚嫩的金正恩能否做好这一点，也是一个未知数。因此，金正恩的上位看似轻而易举，28岁的年纪登顶权力巅峰，更是不知羡煞多少政坛新人。但殊不知，刚刚执掌朝鲜政坛的金正恩，统治根基并不牢固。面对种种挑战，金正恩选择了率先收拢国家大权，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他收拢大权、化解挑战的方式也很直接，杀。金正恩第一个开刀的对象就是有着朝鲜摄政王之称的张承泽，也就是金正恩的姑父。在朝鲜一众老派领导人中，张承泽算得上是年富力强。他身背人民军大将、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的一系列职务，身上的头衔十分夺目。更重要的是，张承泽与金家的姻亲关系。金正日临死前专门为张承泽授予了大将军军衔，使他得以在党政军3界青云直上，成为金正恩的助力。2011年12月28号，金正日遗体告别仪式上，张承泽是万众瞩目的扶灵人之一。而且在扶灵时紧随金正恩后方。在那之后的2年时间，张承泽成为陪伴金正恩出席活动最频繁的领导人。人们常常可以见到，当金正恩在前方发表讲话时，张承泽就站在距离半米之外的地方。按照朝鲜政坛的惯例，国家元首身边陪同人员出现的频率，距离元首的距离，往往代表了陪同人员在核心圈层的地位高低。但是令外界没想到的是，张承泽在第2把交椅上的时间仅仅做了2年。从2013年开始，张承泽陪侄子出席活动的频率直线下降，只有2012年的一半。明面上，朝鲜政坛仍是一片风平浪静。直到2013年12月7号，一个小小的细节预示着一场政治风暴即将到来。这天，韩国电视台播放的金正恩阅兵纪录片中，张承泽的画面被全部删除。韩国人敏锐地察觉到朝鲜即将爆发一场风暴。果不其然，2天后，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称，朝鲜劳动党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以反革命行为解除张承泽的一切职务。电视转播画面中，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的张承泽褪去了最喜欢穿的大将军服，身着一身素色正日装，神情麻木地被2名军官当场带走。随后，朝鲜政府公布了张承泽的罪名，其中包括滥用职权舞弊、乱搞男女关系、思想腐败，同时扰乱国家财政管理系统，低价出售国家资源换取个人利益。不过，最引人瞩目的还是张承泽对最高权柄的僭越行为。身为国家2号人物，张承泽外出访问向来声势浩大，规模与元首出访无异，走到哪里都会受到最高级别的接见。这种情况被朝鲜劳动党认定张承泽心怀基于国家最高权力之心，并存在阳奉阴违、私下里不服从最高司令官命令的反革命行为。正如韩国人所言，朝鲜不可能有2个太阳。金正恩掌权朝鲜短短1年时间，国防部高层就出现重大洗牌，10名各部部长被撤换，哪怕是当初为金正日扶灵之人，也没能逃过金正恩的洗刷。短短2-3年时间，朝鲜政坛迎来翻天覆地的变革。金正恩在此过程中平稳实现政权交接。不到30岁的年纪成为国家元首，这对金正恩而言既是机遇，更是考验。上台后，他面临着中央权力分割、元老离心、国家政策改革等一系列挑战。但好在金正日早早为他铺就了接班之路。金正恩自己更是杀伐果断，以雷霆手腕对包括姑父在内的一众朝鲜元老痛下杀手，这才实现了朝鲜2代领导核心的顺利交接。从结果来看，金正日当初的选择和培养没有错。